人们累死累活，一天干到晚，晚餐却只能吃到半碗面条。而领导的孩子啥都不做，食堂却专门给他们搞了个小厨房，顿顿都吃大鱼大肉。尽管如此，少爷们还各种挑刺儿。这清蒸鱼能不能别用草鱼？有土腥味儿不说吧，还全都是刺儿。我国都是祖国的花朵，这刺儿扎的花朵，你负的要怎么办？哎呦，这草鱼刺儿太多。 你的刺儿其实也不少。刚上任的食堂管理员唐喜不清楚情况，于是找到大厨询问：“这个小食堂的孩子们交多少钱啊？20，一天就20。哎，一个月20，一个月20，这么丰盛的饭菜够吗？虽然他们只交20块，但食堂却得做出200块的东西来。那剩下的钱谁交啊？咱们这贴呀，咱们食堂往里贴，那咱们不亏大发了？” 大厨让他忍忍，他们都是领导的孩子，惹不起。唐喜气坏了，咱就不能把他关了？关了，老虎拉车，谁敢呢？武松敢。就是因为这个小食堂，让工人们饭都吃不饱，他们忙了一天，工作到半夜，结果到了晚上开饭时，食堂却只给工人吃面条，甚至每人只能分到1筷子。工人气坏了，这点东西对他们这种强力劳动的人来说，压根吃不饱。你这是开面条还是面条汤啊？这面条呢？哎，这就不是面条吗？这个呀，这才几根啊！我不识数，我都能查出几根。一旁的打饭员让他少吃点也行，就他胖的那样，这下更把工人惹毛了。我们吃不饱怎么干活啊？我们这工人师傅跟这三更半夜加班，我们容易吗？你活该，你就干这活的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想吃吃，不吃滚蛋！工人彻底被惹恼了，他们累死累活的加班，却连口饭都吃不饱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工人在食堂大闹起来，打饭员被吓得一句话不敢说，就是欺软怕硬。不仅如此，食堂还一直克扣工人的饭菜，本来该买100斤猪肉炖菜，采购员却只买了50斤，剩下的都进了他的腰包。是吧？你可真撑啊！睁眼闭眼得了。不仅从猪肉里捞油水，甚至连大葱都不放过，这让食堂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。工人到食堂打饭，结果发现粥里竟然有虫。这里怎么有虫啊？啊，不对啊！你们家管这叫虫啊？这叫蛆！你那米汤变肉汤，你还赚了呢！我跟你说，你爱吃蛆啊？啊，我吃蛆啊？怎么的？女工说不过，气得她去找食堂管理员唐喜算账。你们这食堂怎么回事啊？一大早给我们吃蛆？吃蛆？我这刚才粥里有蛆，你知道吗？好好管管。为了能从根源解决掉这个问题，唐喜决定先治理食堂的腐败，把几个手脚不干净的全揪出来，不然钱买不够偷的。为此，他特意请在厨房干活的大姐夫来帮自己审查。面那位，外带面，身材贵，皮肤亮，营养肯定跟得上。大茶坊那位，大票子那茶几，这肯定有血气。接待那位，数据耳光，什么都。知道谁长了3只手后，唐喜下班后立马召开了员工会议，让那些偷东西的自己招供。谁知竟没一个人站出来，见没人理，唐喜走到穿戴护士的胖大姐面前，直接摘掉了她的帽子。不出所料，帽子里掉出一袋上好的虾仁。不仅如此，她的2个口袋里也各装着1包。查完胖大姐，唐喜又来到大厨房，举起她的大茶缸，果然里面装着满满的油。你再喝点。我刚喝过。这茶水啊，真香，要炒出菜来就更香。喝多了容易滑肠。最后，唐喜来到围巾的帮厨旁，直接扯下他的围巾，结果竟从里面掉出一大块猪肉。好家伙，这么多！这围巾好，真皮的。随后，唐喜告诉大伙儿，他这次可以不追究，以前偷的也可以当做不知道，但从这往后，如果再发现有人公务私用，就直接辞退。这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，厨房的工作人员再也不敢忽减少罚。这馅儿得给我热点，别像过去一样。头一口没咬着，第2口馅儿过了。放心吧，我大馒头包的包子，那馅儿揣的老多了。虽然食堂在不断变好，可唐喜还是发现有人浑水摸鱼。这个大厨领着2袋萝卜，特意跑到食堂管理员面前。我这可是后厨小丁自己家种的萝卜啊，不是米。哎，我还不信你吗？紧接着，他来到腌菜缸旁，见四周无人，大厨打开菜缸，从里面拎出2大袋米，随后又把手里的萝卜放进缸里。他把盖子盖好，拿着大米急忙离开。殊不知他这一举动早就被唐喜看见，因为大厨特意解释不是米，这才让唐喜留了个心眼。唐喜是一路跟着大厨到了他家，他直接踹开门，说要把大厨给开了。开除我？好啊，你今天开除我，明天食堂就得瘫痪，你信吗？
那你明天就不用上班。听到这话，床上的老太太坐不住了，腿脚不便的她急忙下床，抓着唐喜给大厨求情。因为9年前她儿子死了，她本想带着孩子跳河，是大厨救了他们。那天，小壁官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娘，你跟着我回家吧，我无父无母，无妻无子，从今往后。”你就是我的亲娘，我就是你亲儿子。而大厨之所以偷米，就是为了养这个跟他无亲无故的家。他偷的那些个东西，俺们给你打个借条，俺们还。你要非得要说开除了小地官，不就是开除了俺们娘仨了吗？唐喜很是动容，他告诉大厨，这次就不再追究了，并且他打算为了全场贫困工人的家庭开一个职工餐厅，但前提是先把领导孩子吃的小食堂给关了。唐喜挨个领导去问，只要他们不厚着脸皮反对，自己就能把食堂撤了。果然，领导场面话还是要说的，唐喜也假装不明白领导的意思，直接贴了个通知，把小食堂给关了，转成给困难职工的家属餐厅。领导见唐喜不懂变通，于是找到他的上级行政处的胡处长，问了唐喜到底什么来历，怎么会这么大胆，敢给他找不痛快。给我撂一实底，唐喜到底什么来路？哎，他怎么就能从一个看澡堂子的一下变成食堂管理员了？但胡处长却说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来路，紧接着就叫领导暗示唐喜上头有人。但有一样我得跟您说啊，曹副厂长那天可跟我说啊，他都管不了他，市里有人啊？不止，省里起码是省里。后台这么硬，领导也不敢轻易招惹，只能忍下这口气。就在这时，唐喜来了，胡处长对他好一顿批，领导为了面子，也就挑2句好话说自己支持唐喜撤掉食堂特殊小灶，直至唐喜还是把他挖苦了一顿。每个孩子1个月交20，能吃出200块钱来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以权谋犯，这叫腐败。严重了啊！什么腐败啊？几个孩子吃点饭就腐败啊？这腐败啊，就得从娃娃抓起。嘿，你这话说得好啊！领导恨得牙痒痒，但却只能忍着。等领导一走远，胡处长瞬间变脸。唐喜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干得太好了！你替我解决大问题了，我谢谢你啊，唐喜哟！不是您刚才怎么没这么说啊？可是废话，当他面我就得。胡处长也非常厌恶领导白吃白喝，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好在唐喜替他解决了这麻烦事儿，现在谢公园写的小食堂关闭了，帮助困难工人的家属餐厅开张了。唐喜太轴太较真儿，太不灵活。不过正是因为他的正直，让困难家庭能吃饱吃好，让工人们不受食堂员工的气，也搞定了谁都不敢惹的领导们。唐喜这个人确实不讨喜，因为他太真私了，但世界上就是需要这样的人。如果每个人都唯利是图，左右逢源，那么这个世界就烂透了。好在我们可不止一个唐喜。